大家好，我是 B。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分享了圣基茨和多米尼克护照项目的区别，并且把申请前和申请过程分开了2期节目做深入的比较。在这一集节目，我将分享圣基茨和多米尼克公民入籍计划最重要的环节，而它将影响你一生如何使用这本护照。如果对这个环节没有足够的了解，你将不知道以后去哪里开户，该不该激活这本护照，能不能带家人团聚拿身份。这还关系到以后如何旅游、退休后的生活品质、底层身份架构的建立、跳板大国的灵活性。看完这期节目，我希望能够帮助你掌握这2个身份最核心的区别，知道怎么选择第2国籍，并且我们还会加入第3本护照项目来做场精彩的护照世纪之战。视频开始前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记得打开小铃铛，你会及时收到新视频上线的通知。在前2期的节目里，我们从税务、入籍表格、项目稳定性，以及在申请过程中的填表、审查、申请时间、需要披露的信息，分析了圣基茨与多米尼克护照项目。在整体表现来说，圣基茨在入籍填表上比较容易一点，多米尼克在项目稳定性高一点。不过，如果你属于我在前1期节目说的6种特殊情况，在选择项目前应该提前咨询。是哪6种情况，我也写在节目下方的描述里。在这一期视频，我们来到这2个入籍项目最重要的环节，并且会加入最近很热门的土耳其护照一起做比较。而这个环节就是入籍后护照的使用。根据最新资料，圣基茨免签国家有162个，多米尼克有145个，土耳其有111个。首先，我们比较圣基茨跟多米尼克的免签国家，这2本护照都免签英国、欧洲、新加坡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香港等地区，而圣基茨还多了阿根廷、孟加拉、智利、萨尔瓦多、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，还有像基里巴斯这些太平洋岛国。但是多米尼克可以免签入境港澳90天，圣基茨护照似乎已经不在澳门的免签豁免名单上，而土耳其的护照免签日本、文莱、墨西哥、南非跟泰国。还免签伊朗、约旦、黎巴嫩、卡达等这些邻近的国家，但是土耳其的护照不免签英国和欧盟。我们拥有一个国家的完整公民身份，最重要的是获得在其国土领域内生活的绝对权利，不需要单身签证效期，能够自由工作，在国内不需要携带护照，跟正常人生活一样。圣基茨和多米尼克与另外4个国家互相签署了自由行动协议，形式跟欧洲联盟类似。公民可以任意到联盟的其他国家生活。从2016年开始，圣基茨、多米尼克、圣卢西亚、格里纳达、圣文森、安提瓜达成了东加勒比自由行动协议。联盟内的公民可以自由选择在这6个国家生活，并在入境后护照盖上东加勒比永久居留权的章。所以，无论圣基茨或多米尼克的护照，都可以在同个范围内自由生活。我们就不在这2个国籍之间比较，但是我们可以比较东加勒比与土耳其。在这个表可以看出来，长期生活对中国人来说，土耳其会比较方便。原因是因为餐厅、超市、娱乐在土耳其有比较多的选择，做生意跟交通也比较便利。东加勒比国家比较适合向往海岛生活的人，或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退休、生活的健康一点的人。最近也吸引许多远程工作或从事数字金融的人。土耳其我在之前也有详细的做2集视频分享在土耳其的生活，感兴趣的可以点右上方的链接看一下。这3个国家都可以在入籍后带家人一起移民。圣基茨跟多米尼克可以由当时入籍的主申请人补交政府费用后，快速让家人拿到护照，包括了3代到4代的家庭成员。但是土耳其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带家人入籍，以后要带他们可能就只能以办居留卡的方式。网上有人说加勒比护照在香港跟新加坡不好开户，土耳其比较好开户，但是又有人说多米尼克护照比圣基茨护照在欧洲开户更方便。也有人说土耳其护照在美国一些银行不好开户，其实这些很难有标准答案，因为还涉及了开户之外的其他材料以及银行的政策的问题。我先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实际经验。多米尼克在美国、英国、欧洲、土耳其、新加坡、迪拜、FTS、币安、WISE 可以开。圣基茨在欧洲、土耳其、FTS、币安、WISE 可以开。土耳其在香港、新加坡、迪拜、FTS、币安可以开。这些是我们在最近2年亲自开户成功过的案例。其他地方我们有机会也会去尝试。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经验，欢迎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交流。
另外，在境外开户搭配本地或第三地的居留权，有时候会更容易，因为境外的银行也是受到 OECD 的规范。我个人认为这是未来的趋势，长远看来，多层的身份架构也会更安全。做好规划以后，才可以高枕无忧。通常大家指的大国是指英美加澳等国家，还有第二类的日本、新加坡、欧洲国家。因为这个涉及到每个国家的移民政策，像是美国分成移民签和非移民签，之间有些又可以互转，或是像加拿大、英国可以先过去读书之后再留下来工作。因为视频长度的关系，我们就不讨论这种复杂的情况，我们先讨论人能够顺利拿到入境的长期签证或是移民签来做比较。根据这个表，用圣基茨、多米尼克或土耳其护照直接跳板移民大国没有额外的签证优势，这几个国家的移民签不会因为申请了更换第二国籍变得更容易。关于美国的部分，我们等一下有详细的分析。在这个表包括了学签、E2 和转欧洲的居留权。土耳其有美国E1、E2 签证，可以用非移民签的方式申请到美国投资，获批之后，只要公司长期运营，就可以一直待在美国。圣基茨跟多米尼克可以免签入境欧洲特定的一些国家，之后再用境内转身份获得居留卡。这个表列举了8种最常见的美国签证。三角形表示我们近期用第二国护照申请签证获批。B1、B2 的申请细节可以在我以前的视频找到。AF 签、M 签我们也是最近用多米尼克护照拿到5年的签证。至于 EB1C、L1、EB1、EB5 就跟第二国籍没有很大的关系。表格里的无签证优势，意思是这种签证类别通常不会因为更换国籍而增加成功率。比如用多米尼克护照申请 L1 不会比用中国护照申请 L1 更容易获批。但是如果有人担心原国籍受到政治风险或受到国际的制裁，而影响中断移民的过程，那搭配第二国籍当然是一种更可靠的方式。这2年以来，由于疫情，很多人都不方便出国旅行，但是为什么办第二国护照的人仍然那么多？因为越来越多人看重的是第二国籍的完整公民权，不再只是局限于用第二本护照旅游。第二国公民权有什么好处？我在之前的节目也分享了很多。现在我们来看圣基茨护照与多米尼克护照后期最大的差别。圣基茨入籍之后能做的远程服务有限，做身份规划的时间成本与维护成本比较高。多米尼克的公民身份在海外配置的弹性跟机动性远远优于其他国家，比如申请第三国的居留权、登记离岸公司、开银行账户，或是在海外的临时调整计划。而土耳其作为 G20 大国，办文件的手续就非常的中规中矩。国籍、护照、居留权在人的生命里总是在不同时间陪伴我们经历过学习、成长、工作、结婚、养老等各种阶段。国籍的概念也一直影响我们如何认可自己、结交朋友、规划资产、栽培下一代。身份规划不只是一本护照，它在人生各种阶段以不同的形态陪伴你。在转大国的等待期，让你感觉更踏实；在求学的过程，支持你继续努力；在遇到投资风险的时候，保护你；在出国旅游的时候，带给你更多的惊喜。那么，到底圣基茨、多米尼克、土耳其护照哪一个可以带给身份规划最佳的效果呢？土耳其有着曾被誉为世界中心的伊斯坦布尔，多米尼克在身份配置上最全面、稳定且性价比又高。圣基茨入籍计划则比多米尼克稍微容易申请一点，也是一个高级的度假天堂。这3个国家的公民入籍计划都是很好的项目，在各领域有其不可取代的黄金地位。那么到底圣基茨、多米尼克、土耳其哪一个护照好呢？前提还是要看你的目标是什么，再从护照的项目中做选择。因为第二个公民身份是帮助你完成目标的工具，让你可以准时或提前达成目标，减少不可控的风险造成的影响。我们能够帮助你选择最合适的第二本护照，但是你要帮助自己下定决心，我们才能够一起创造各种可能。本期视频分享的都是必亲自的经验，以及我们与客户共同努力的成果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或是到我们的网站浏览更详细的资料。你也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取得跟我联系。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见。